近日，中国航天方面正式就中国首个太空空间站建造放出消息，天宫空间站已确定于今年春季正式起航。如果提到2020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航天发展，相信不少人都会选择嫦娥5号探月采样。现在，在刚步入2021年不久，中国航天再度传来新的喜讯，中国空间站发射安排进入最后阶段，发射时间已定，宇航员也已选定。天宫空间站目标星辰大海即将起航。据环球网采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信息，中国将于今年春季在海南文昌用长征5号 B 遥2火箭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届时这将标志着中国筹划多年的太空低地轨道常驻空间站建造的开始。据报道，此次空间站的建立总共要经历11次发射任务才能完成全部建设，而且天宫空间站的建造计划在2022年前后建成，2年内11次发射任务，4次载人航天，总共携带18名宇航员。这一次的工程量便超过中国自载人航天成功后携带宇航员上太空的总人数，还将完成中国首个太空站的建造以及基本运行。这次的工程量不可谓不大。后续11次发射任务则分别为即将春季发射的核心舱、2个实验舱、4艘货运飞船、4艘载人飞船。建成后一次性可以停留3人常驻，进行太空项目研究，预计吨位在60吨到180吨左右。届时，空间站的关键技术将在太空中一一验证。届时，天宫空间站不仅将成为中国首个大规模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的太空实验基地，也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个对外开放的空间站。目前，中国已经入选了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研究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第一批科学实验项目。到时候可以想象有多少科学成果以及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将在这里诞生。最后，感谢我国科研人员的辛苦付出，让中国航天事业迈向新领域。期待春季首次发射，中国天宫空间站向星辰大海起航吧。近日，19年波斯湾水雷事件再次重演，一枚特殊的水雷出现在伊拉克的游船上。同日，伊朗外长发文意有所指，自2020年开年，美伊两国可谓是从19年对至2021年，一步步走向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近日，在伊朗苏莱曼尼忌日之际，据环球网援引今日俄罗斯1月2号报道，当地时间12月31号，伊朗发现一枚特殊水雷，而当日伊朗则发推文直指美国阴谋。援引伊拉克安全媒体中心报道，这枚特殊水雷在一艘从伊拉克港口驶出的油轮船体上被发现。当这艘驶入波斯湾国际海域后，被发现不明异物。目前，伊拉克已经就此事成立团队应对。同日，伊朗外长发表推文，表示美国计划编造开战借口。虽然未提及伊拉克游船的水雷，但联想去年的波斯湾水雷事件，幕后指使已经不言而喻。据悉，去年美伊波斯湾对峙事件的开端，美国公开表示，一切的证据表明，伊朗在对经过波斯湾的货船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虽然后面伊朗否认，但美伊局势还是未得到缓解。而后，伊朗击落了美国飞越霍尔木兹海峡的2Q4A监视无人机，美伊在波斯湾的局势可谓是直接进入剑拔弩张紧张局势。然后事件进入到2020年1月时，震惊世界的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发生，美伊在这1个月可算是有来有回，感觉双方战争下一秒就将一触即发似的。庆幸的是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伊之间的危机得到了缓解，美国的又一起洗衣粉事件计谋失败。现在波斯湾再次发生水雷事件，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美国去年的未完成的波斯湾对峙的后续，如美国当年的洗衣粉成为一场他国蓄意制造战争的借口。最后，伊朗外长已经表明，伊朗明白美国对伊朗的不依不饶，肯定会试图再次设下计谋。虽然伊朗不会主动寻求战争，但会公开而直接地守卫本国人民。看来伊朗不会率先挑起战争的冲突，在战争前，伊朗会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的发声，尽可能地守卫本国人民，阻止战争。但美国会放过伊朗吗？在乌克兰敢破坏发动机合作不久后，最新消息显示，
乌克兰将052D 雷达原版卖给美国，美国或将研究评估中国雷达系统。敬请关注本节目。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国防务世界网站最新报道，乌克兰将052D 雷达原版卖给美国，原因在于中俄都生产类似的雷达系统，美国需要研究评估敌方雷达系统，而这对中国的威胁性大吗？我国首次接触是在上世纪引进了4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时，该舰的舰载雷达就是 Maria M1 雷达。中国还引进了数套 Maria M1 雷达系统，安装在052B 型驱逐舰上，也是中国广泛装备在我国 052C、052D 导弹驱逐舰和054A 型的366型雷达的原版。因此，在中美对峙期间，特别是近期中美海上博弈不断，乌克兰这一行动可谓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是否真的会对中国构成大威胁？据悉，以中国历年来的军事武器研发来看，因起步晚，很多关键设备都是进口他国。虽然国外设备更先进，给我军装备上有利于提升国防实力，拉小装备差距，但我国也深知再好也是别人的，关键设备一直进口依赖他国，不管从资金还是安全性来看，都不是长久的办法。因此，中国中传重工724研究所在 Maria M1 雷达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仿制和改进，研发出来366雷达系统。中国军事研发制造不是自夸，不可能单单仿制研发完就万年不变。我国多年来一直进行创新改进，很早开始我国工作频段就完全不一样，协同工作方式也进行了大改进，并且早在2018年就传出美乌计划进行 Maria M1 雷达系统出售交易。我国的军事情报收集不可能不关注，在后续制造中，我国对舰载雷达也的确进行了创新。目前中国装备 Maria M1 雷达系统的只有上世纪采购的现代级和052B 型驱逐舰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中国366雷达。后续舰设备的改进肯定会更大。另外，通过查阅资料，美国海军拥有全球最多的海上巡逻机，一直未有装备类似的舰载超视距对海扫描雷达的信息，所以美国采购该雷达不排除本国也需要研发舰载对海扫描雷达。以我国366雷达的研发，中国肯定已经知道 Maria M1 雷达系统的设计和弱点，因此届时美国一旦装备与 Maria M1 雷达系统类似的系统，可能不仅无法对中国造成伤害，反而会被中国海军压制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近期，中国远火不甘于只作用于陆战，又玩出了新花样，不得不让人再次发出感叹：你管这叫火箭炮？敬请关注本节目。中国的火箭炮一直以惊人的射程和打击性能不用多说，你管这叫火箭炮？这句话对中国火箭炮的实力感慨，更是经常被军迷翻出来津津乐道。近日，中国火箭炮再展威力，继抢导弹工作后，还将抢中国海军的工作。据央视近期报道，解放军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某旅下属某远火营营长李文涛中校率领该集团的远程火箭炮营，成功在该季度实弹演练中发射的多枚300毫米，成功命中了正在海面上行驶移动的靶船目标。其中，成功完成这一跨界操作的火箭炮为我军的 PHL-03A 型300毫米远程火箭炮，以它130到150公里的作战范围，虽然不是远火中射程最远的，但不管是部署在陆军还是部署在沿海地区，它的打击范围打击沿海范围内的敌军还是值得期待的。因此，当 PHL-03A 型成功完成对海面移动目标的打击，对我国海军的作战意义非同一般。当然，改变海战模式是不可能，毕竟主要作用于陆军，海战实际性能有限，但如果部署得当，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沿海海战发挥重要作用，也不是不可能。比如将远火与战略导弹混在一起，对敌方海军战斗舰群展开打击，或者主攻对岸海峡还是可以的。如果想要配合军舰，可能还是以03式远火为主。像火箭炮卫士 2D 来说，经常在我国火箭炮排名中位居第一，打击性能好，最大射程可达480公里，堪比短程导弹，覆盖整个对面海峡。但在精准度方面，命中误差也只能维持在600米以内，打陆地敌军后方还行，但打军舰这精准度还是不行。但03式远火不一样，得益于制导和导弹修正措施，中国03式远火的命中率误差小于1米。这主要是打击军舰，尤其是陆地目标。当他国都主要依靠火力覆盖时，中国03式远火完全是100%的高精准度一击毙命。因此，国外将03式远火归类于地对地导弹，并不是高估。最后，以现在陆军的操作，可以看出我军已经将火箭炮玩出花来了，都已经搞打击海上一定目标高难度实弹演习，还成功命中靶舰。万一随着技术的发展，若干年后，陆军火箭炮跨界抢海军的工作也不是不可能。